毕竟很难说谁会这时候还点开小米15系列的视频，尤其明摆着简直是时光错位，不可能拍出啥花来。所以这玩意儿其实主要是为了减轻我那钱烧了啥也没干的负罪，图个心理安慰。倘若歪打正着，恰巧有朋友能挖掘出来一点帮助的话，也算不白费。OK， 小米15以及小米15 Pro， 我们简单品味品味。哥俩整体设计给人第一感觉就是不同于常见强调材质或者刻意雕琢来体现精致与质感的流行手法，相比其他，小米这把看起来明显更加自信成熟，简约紧凑凝练，毫不浮夸。传承原有品牌语言基础上，又隐约飘散些许类似索尼、三星这种传统老号的平衡普适风味。如若跨界形容，恍惚间甚至令人觉得还有点无印良品式的自然与素雅。看多了极尽能事，闪转腾挪，鲜衣怒马，突然来这么一手解衣卸甲，短暂忘掉无谓加法，倒也算得领略别样轻松潇洒。只是如果你对这类隐晦表达完全无感的话，单纯想找直来直去的新鲜感，那粗概论断铁定没有，就还是那套东西，以至于不排除会让你觉得苍白且无趣。本次点睛之笔无疑是点在了手感，略向背板延展的金属机身非但没有预想中那般徒增视觉厚重，反而一体性与秩序感有所增幅，关键彻底抚平了此前各手的伤痛。即便大体上整机依旧是前中后3块，但实际在手，尤其背板与机身颗粒度触感相近的前提下，握持还真就颇有些一体化错觉。加之大转角与近乎游戏手机般贴边同时凸起也并不算多的主摄模组，可以说甭管是天生自带掌控加成的小巧标准版，亦或6.73英寸 Pro 横拿竖握，哪怕左手用户，我觉得都不致感觉有何明显不妥。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怎么也比不是 Ultra 影像还非得故意弄个逆天大饼子的那种更加靠谱。美中不足，细节仍旧有待推敲，尤其理应更加高级的 Pro 版。首先我想问一下，全等身4曲正面板永远对不起机身究竟是个什么抽象打法？1年前中奖，现在仍旧还能中奖，我这台整体偏向一侧，甚至无需放大，肉眼即可察觉。回想起同样的东西，确实 vivo 也没太整明白，难道就这么点破事儿还成了什么奇怪的行业难题吗？这也就得亏本次背板是镶嵌式，无处可歪，不然像上回一样前后各自为战，那可太自闭了。然后乍看之下，主摄盖板确实是足够的精致细腻，但仔细观瞧却并不是与背板凸起那么的整齐划一，严格讲其实是个四周悬空的蘑菇状态，有圈公差缝隙。最后这个按键晃动是认真的吗？似乎还不及标准版紧致，此处个人觉得有点不太起见。好了，总体而言，我觉着本次设计确实还是算比较成功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走在了很多其他品牌的前面。尤其是金属机身部分，一如全等身4曲，很难讲不会有人默默跟进。当然，对于自身终于找到那么一丢感觉，并不能算一战。接下来如何把持得住不横跳摇摆，同时在自己划定的诸多限制内还得做出新鲜感，恐怕才是最大的挑战。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把如何？你愿意为小米15系列的设计打多少分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震动方面，标准版明显偏弱 ，Pro 则强得多。这哥们儿在系统 UI 下是没啥问题，一到了游戏当中就会有些发挥失常，比如和平精英打枪，时而嗡嗡嗡的体感会几乎完全淹没应有段落，糊成一坨；时而当你退出重进，又会神奇的变成七上八下似的抽搐，让人摸不到头脑。总之就是属实有待优化。哥俩本次外放效果比想象中都要好得多，虽然纯论音量声压没有蓝厂那么大，但实际听感 Pro 版同双11151的 iQOO13很有一拼。最出乎意料的是标准版，别看身板相对迷你，可该说不说效果却近乎与 Pro 拉齐。当然往死里抠，尤其声场肯定还是 Pro 版更强，只是说实话这种反差带来的加成拿在手中也确实别有韵味。参考 iQOO13，我们简单听听看，这位几经更新之后，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音质好像有点下滑了，有没有同样体会的朋友欢迎弹幕说一下。
影像部分标准版小修小改，只有长焦端顺位升级了传感器 ，Pro 版则主摄干掉了可变光圈，长焦端调整为 IM4858，并加到了120毫米。碍于手头没有14系列，所以我无法告诉你这玩意儿相比之前是否真的有什么显著变化。不过好在我还有台 vivo X200 Pro， 级别应该也算够。那么凑合参考这个，简单看看小米的两个版本间能有多大差异吧。首先，既然有 vivo 在，那势必还得探讨一下眩光。光线较好条件下，几位主摄直接怼太阳，粗概而言均未见显著问题，顶多只是不同于小米哥俩 ，vivo 这边更倾向适当保留氛围，太阳压的没有那么死。仔细查看，不由感慨，蔡司镀膜这种情况下确实有点东西。光源周围的放射状眩光始终都是X200 Pro 最轻微，其次小米15 Pro， 最后小米15，然后避开直射，寻找最炸裂的角度。就个人使用感受，此时小米15系列遭遇巨大光斑的概率的确低于vivo，不过也不代表没有，尤其标准版某些刁钻位置其实不遑多让。综合判断，小米哥俩之间，我觉得 Pro 版的主摄镜头似乎更好些。主摄解析今天3位之间无法拉开明显距离，区别非常小。如果非要较真儿，那么大部分时间或许得益于锐化 ，vivo 的细节观感会微微更好一点点儿。比如这张，只有它更多的保留了文字纤细的原貌，最下方的小字儿也算勉强可以分辨。小米15哥俩半斤八两，好坏比例相近，谁抽风不一定。这张当中标准版就有点抽，部分文字呈现不存在的斑驳蓝色。有必要插一嘴的是 HDR 算法，也许因为独特的徕卡风味，也许是想营造所谓高动态范围，小米画面中的高光部分很容易过曝丢失细节，这张就比较典型。说暗处暗一些属于故意打造的真实质感可以理解，但亮的地方炸得格外直接彻底，就很难讲是否也算真实的一部分了。还有一点就是，当 HDR 遭遇有前景遮挡的大色块，用于刻画结构的算法很容易出错。比如这张，不知道原本是想打在哪儿的暗影，通通打到了天上，令万里无云的晴空看起来脏兮兮。这张就更重度了，似乎有些过于风格化。注意右下角立柱旁边的区域那一抹奇怪的黑色。当然，这套东西也有成功的时候，比如这张，先不说整体氛围，右下角门外的景物，vivo处理其实隐约有些过度 HDR 导致虚假，搬到天空完全过曝的小米哥俩看起来更加自然。别的也没啥了，影调之争全凭诸位喜好，放几张大家自行定夺吧。60毫米毕竟只有小米15原生焦段，纯论解析暴打另两位没悬念，紧随其后小米15 Pro， 最后 vivo X200 Pro， 影调还是见仁见智 ，vivo 明艳通透，小米柔和仿旧，以至于某些时候完全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比如这张典型 ，vivo 的氛围看起来像是正准备翻修，好日子在后头；小米15 Pro 则瞅着不是法新社就是贾樟柯，应该是黄摊子了的午后。该说不说，似乎还真就小米15没啥太重的倾向，合理。85毫米左右位置轮到 vivo 原生焦段，解析一下子就来精神了，是吧？小米哥俩则再次陷入难分伯仲，一会儿标准版差点事儿，一会儿 Pro 版又拉裤兜，很难讲。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即便相同模式，影调也不一样，可能 Pro 算是更加徕卡吧，画面泛着悠悠的绿色。120毫米附近，小米15 Pro 终于算是舒服了。解析三者当中最强 ，vivo 略弱一点儿，但不往死里抠，完全可接受。只有小米15确实不太行了，放大细节开始变得朦胧。不过坦率讲，你要是不是非得放的这么大的话，正常倒也一样用。240毫米上下亦是如此。小米15效果比想中好些，15 Pro 与 vivo 之间距离隐约有所收缩。个人认为，真正使用当中已然不太能找到实质区别。反而因为小米15 Pro 处理本身就没那么锐，加之有可能出现的还不如标准版的倒挂现象，广义或许 vivo 才应该算是更加可靠的那个。夜间主摄排除刻意找角度，通常正对光源，不论是这种强光眩光，还是招牌霓虹带来的鬼影，仍旧是 vivo X200 Pro 显而易见的更好。尤其鬼影，绝大部分时间在整个画面当中都可以说难以明确的找得到。值得一提的是，此前蓝厂本代机始终拍不了这种招牌的 bug， 现在也总算是修复了。解析力方面，或许因为 vivo 拥有更多的锐化，会让你觉得好像隐约更清楚，但其实有效信息和白天情况类似，散位实为相近。有趣的是，极限弱光，我还拍到了一张，反倒小米15明显最清楚。总体画面观感暂且不论明暗， vivo 比较容易遭遇矫枉过正，色彩冷峻严肃。同场景下，小米哥俩更加贴近原貌，比如这张就非常经典，并不是小米偏红了，而是现场确实就是这个样。vivo 则近乎自行生成了这么个可能倾向直觉印象的颜色，以至于中间的招牌上下两行字直接完全拍成了不存在的模样，给我都整蒙圈了。先跑出去又看了一眼才敢确认。此外，vivo 这张当中的高光压制也略显有失水准。
60毫米仍是小米15的领地，解析显著最优，只是因为传感器切换导致色彩变化，这一点参考还在主摄的 Pro 版十分明显。15 Pro 此时解析遭遇快速下滑，有点崩塌，不及白天，不及 X200 Pro。当然 vivo 也不用高兴太早，虽主摄原生焦段拍灯牌的 bug 修复了，可仅仅只是推到60毫米就又啥也不是了。多次尝试皆是如此，继续修吧，铁着。来到85毫米左右 ，X200 Pro 站上原生焦段，解析一马当先，小米15次之。至于15 Pro， 这可能算是个最尴尬的位置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再加暗光拖后腿，解析濒临崩溃。拉到120毫米，光学启动情况大为缓和，不过说实话，好像还是有点整不过 X200 Pro。倘若抛开手持增稳，此处最实际的，我觉得当属小米15。一方面不极限放大数毛的话，可用性足矣；另一方面看到那些萤火虫般密密麻麻的鬼影了吗？非潜望镜头的小米15，起码怎么拍都不会有这个困扰。240毫米上下 ，vivo 是真的猛，2亿像素终于发力，已然不需要解读。小米15 Pro 就难受了，5倍光学愣是没整过3.7倍，看来只能等 Ultra 了。屏幕部分，首先息屏反射有些倒车，表现不及当初14系列，看起来会有些发挥。Pro 版为例，参考 iQOO 13，光线照射可明显察觉，这点出导致息屏状态没那么黑外，某些时候也将一定程度直接影响强光下的阅读体验。肉眼观感，小米哥俩几乎完全相同，或许 2K 分辨率的 Pro 版观感更加细腻，但说实话，里外里不足12%的区别，应该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发现。反倒如果往死里抠，主观上我瞅着好像标准版相对更加清透。最后，双未能加入原偏光，尽管这东西感知非常弱，也还是稍显遗憾，毕竟 Redmi K80 Pro 都已然拥有，想起来难免有种淡淡的忧愁啊。亮度方面，标准版手动平均最大亮度 638.7 尼特，开启阳光模式为 844.6， 强光激发平均1060尼特。Pro 版手动平均最大亮度 662.3 尼特，开启阳光模式为 892.3， 强光激发1161.1。总体而言 ，Pro 是会比标准版稍亮，但并不足以构成差异，两位仍属相同水准，甚至隐约左亮右暗的倾向，亦是几乎一样。这张表回头看看，怎么还得改一改，中间的激发平均刷分现象过于严重，有点整崩了。事实上，你现在冬天拿着小米和 vivo 站到阳光下，大概率更亮的是小米。然后标准版的均亮明显优于 Pro 版，至于 HDR 窗口，两者皆有提升，手动大致增加了 20%， 目前约等于 K80 Pro， 强光激发增加 22%到24%， 约等于 iQOO 13。暗光蓝光哥俩相较前作变化不大，横向仍旧一般。当然这点其实和默认色温关系比较大，实在纠结开启暖色设置或者护眼模式皆可。调光频闪只能说我对咱们现在这个可靠性非常满意，即便1年的时间跨度，数据依旧对得上。标准版全程100赫兹模拟低息，参考前作暗光没区别，但高亮区间有明显改善提升。Pro 版高亮100赫兹，低亮1920超高频，结果而言与前作完全一致。有趣的是，两位横向双不及 K80 Pro， 标准版模拟低息的低亮感知占空比也要比师出同门的 K80 Pro 低一点点。暗光灰阶1尼特亮度没什么显著问题，肉眼观感也差不太多。手动最低亮度的极端状态中规中矩，标准版中间红两边绿， Pro 版左边红右边绿。好在正常使用遇不到，遇到了也很难看着，无需纠结。色彩方面稳定发挥，没什么显著变化。数值而言，小米目前全家都确实比较整齐划一，趋于稳态。触控采样哥俩仍旧保持相似水准，非要较真儿，标准版微微强一点点。横向毕竟即使游戏当中开启素心感测，最高平均也只有290赫兹左右，所以理论上不及 Redmi。为进一步评估，本次新增了相对波动指标，量化采样率的平稳程度。怎么看呢？单款直接看后面的粉红色相对波动率即可，数值与平稳程度反比。如若横向参考，那么就得比方以虹膜为基准，假设大家都是1000赫兹采样，那么小米15哥俩平稳程度其实也就跟 Redmi Note 14 Pro Plus差不太多，稍弱于 K80 Pro。 这部分蓝场表现还是可以的，别看均值同样不高，但近乎始终画直线。高速实测，小米15哥俩未见显著差异。总的来说，实际使用中或许不易察觉的 HDR 窗口亮度的增加，可能就是本次整个屏幕部分的最大变化之处了。如果此刻屏幕前的你正在使用14系列，那么完全没啥可纠结，全家还是一个东西。如果只是单纯想评估本系列这部分的位置，恐怕也不太能算有性价比，因为你会发现虽贵为旗舰，但与 Redmi 或者 iQOO 之类的所谓高端是无法拉开实质距离的。也许最大优势就是甭管你买了标准还是 Pro， 实际获得体验8-9不离10，较为一致，不必担心像某些品牌见缝插刀疯狂捅你。
性能不废话了，咱们直接烤机完事儿干游戏。释放情况虽双双不比 Redmi， 但好歹没像一般长旗直接缩头躲避，都掏出了应有表现。关键两者还全方位的近乎重合了，基本完全一致。这点对于 Pro 版可能没啥好说的，不过对于身材娇小的标准版，毕竟尺寸摆在这儿，原本想象中是啥也干不了，结果纵载连带内外温度都完全不输正常大屏，确实比较超出预期。纵使细抠是会稍弱于 Pro， 也无疑够得上小钢炮之名。留意温度差异，烤机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仅仅相差 0.14 摄氏度 ，GPU 相差 0.1。王者荣耀10v10目前下线，只能又回到5v5，所以压力要比之前小一些。这里除小米15哥俩外，我也顺便分别跑了下 iQOO 13与 X200 Pro， 方便参考。30摄氏度最高画质120帧，总体而言大家都是旗舰嘛，互相之间并无太显著区别，只是因为调教或者屏幕功耗的关系，小米这边整机功耗更高一点。同时，不管 GPU 为例的内部平均温度也好，还是周身温度，相比蓝厂均大致高了2摄氏度。至于关起门来，小米2个版本之间可以说是一如烤鸡，粗概体验相同。细抠的话 Pro 稍好，标准版主要耽误在27分钟开始，莫名略微降帧，也许是为了最大限度确保2个版本尤其在温度层面的体验一致性吧，不小心累过头了。还是留意温度差异，周身平均相差仅 0.44 摄氏度， GPU 相差 1.1。原神哥俩总体表现还是可以的，虽然如果你去翻看历史数据，这个程度整不了 Redmi 或者 iQOO， 但打一般长旗，尤其偏影像类当中绝对足以，甚至可能都用不着 Pro， 小巧的标准版就行。因为别看后1/3明显降帧了，抛开型号、待机等等等等，不拉不拉，纯论数据，这哥们平均帧率以及温度几乎算是恰好卡在了2024全年平均值上，半小时中好像怎么都能撑一下。回到哥俩之间，差别其实仍旧不是很大，严格讲，此处 Pro 版也就能比标准版多扛个5分钟，超过30分钟即会相同状态。2点关注，一个是祖传的频繁微小卡顿令人不解，就是下面这些蓝色的竖线，毕竟 Redmi 现在都不这样了，怎么小米反倒视而不见了呢？再一个，假如你还记得最开始14系列的表现，会惊奇的发现，虽说现在功耗下降了，但机身温度却约等于没变，隐隐有点尴尬。或许种种原因，这部分好不容易提升出来的空间，恰好被软硬各方分食干净了吧？此处标准版与 Pro 版周身最热点平均温度相差 0.14 摄氏度， GPU 相差 0.7。星期到，我只能说，截至目前，除了游戏手机裸机状态下，还没有人能笑着走出咱这个模型。小米也不行，不论标准版还是 Pro 版，大致勉强能维持前半程，后半拉直接腰斩，表现一般。当然该说不说，两位体验可倒还是非常的一致，尤其温度，周身平均仅差 0.28 摄氏度， GPU 相差 0.1 摄氏度。至此，应该有同学发现神奇之处了。可以说，本次负责调教的这个人肯定多少是有些强迫症在身上的。版本间温度把控程度，估计就算苹果来了，都只能叹息。假如4个场景几何平均，周身差异则只有 0.22 摄氏度 ，GPU 为 0.3 摄氏度，算作误差毫不过分。尺寸相差不算小的前提下，称得上变态般的一致。2个方向全看诸位怎么理解了。往好了想，可以理解为标准版表现当真不俗，虽紧凑小巧，但性能方面毫不耽误。买了标准版的同学完全不用再纠结打游戏比 Pro 版会否受限。往坏了想，更大的 Pro 版在散热方面居然几乎没有任何显著的额外收益，好像有点奇怪。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标准版与 Pro 之间像这样完全一致最好最科学，还是应该适当拉开些许距离呢？充电方面，纵使2个版本，一个是6100毫安，一个是5400，同样90瓦的条件下，也硬是把充电时间控了个差不多，主打就是平等。关闭各种电池优化设置 ，UI 满电基本约等于充饱，等效电量未见明显限制。实际估值 Pro 版5600，标准版5200。总体看起来一如外观当中的普适，哥俩仿佛全方位的精准的站在了某种平衡均值上，既不能找到哪里明显大杀四方，也无法论断有何处格外拉胯缺席，只能说相对适合忙碌，个性比较模糊。至于两位之间，好像核心精神就是疯狂对齐。个人觉得除了屏幕尺寸，似乎很难讲选择 Pro 能切实拿到什么比标准版更多的东西。预算有限就是标准版，预算充沛也不妨先从标准版看起。好了，不知道诸位感觉如何？你觉得哥俩到底谁才是上选呢？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若能再点点小心心与关注，就再讲究不过了。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